朱姐，您的简历和介绍信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宣海财团的现执行主席陈泽想见见您。又是因为国际金融合作的事，他不是谈得挺顺利的。这个项目呢，合作非常的重要，陈泽还是想请您亲自把关。另外呢，您的老部下安娜已经回国，陈泽他想让我介绍安娜到他手下做事，是这些啊都是他自己的事，让他自己解决吧。行，我来转告他。我还真是很期待子瑜见到您时的反应。话说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您是宣海财团的创始人，我们不如趁着现在。不用告诉他我的身份，我相信我儿子有本事，不需要靠我。我来他公司就是想多陪陪他。这就是子瑜创立的天阔集团吗？还有点样子。马上到公司，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没长眼呀！姑娘，好像是你先撞的我。我撞的你，好狗不挡道！我看你就是在我们公司故意碰瓷儿的，还不赶紧滚！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今天是过来面试的。来面试的，那你更可以滚了。可是面试还没开始。我是面试官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的面试已经结束了。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你撞了我不道歉，反而推卸责任。我们天阔集团不需要你这种满口谎话、没有担当的人，还不快滚！小姑娘，你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我是面试官，这里我说了算。怎么回事？郝总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就是这个大妈，她让我给她预留一个实习生的名额。大妈，你给我滚！听到了没？郝总让你赶紧滚！让你滚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是郝总的妈？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儿子，你公司不是招人吗？妈想来帮你，他撞了我，还恶人先告状，竟然还剥夺了我面试的资格。什么？撞了你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给你权利，就是让你来欺负人的吧？郝总，我立刻收拾东西，滚！滚！妈，我这是电商公司，这是你该来上班的地儿吗？电商怎么了？我说你一大把年纪了，你懂电商？在家老老实实养老不好吗？臭小子，嘟囔什么呢？活到老学到老，不懂还不可以学吗？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今天李会长借了公司的场地招待贵宾，贵客安娜也要来。我要去忙了，没空送你，自个回去啊。哎，安娜也要来。对，安娜是整个电商行业备受瞩目的佼佼者，刚一回国就受到各大企业的疯抢。我要是能得到她的帮助，就能一步登天了。你想认识安娜？我帮你介绍呗。不是妈，你知道人家是谁吗？你怎么给我介绍？好了，不跟你扯皮了啊！哎，儿子，你走了我面试怎么办？你真要来我公司啊？哎呀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？我明明是想帮你，怎么会给你添乱呢？我把简历和介绍信都准备好了，你妈没你想的那么差。不是你，郝总、李总、王总已经到了，正在办公室等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就别胡闹了，赶紧回去，我先走了。儿子，我从实习生干起还不行吗？哎呦，郝总可真忙啊，连兄弟都晾着不管。子瑜，你交代的工作都已经办妥了，现在就差收拾场地了。放心吧，场地的事儿早就安排好了。站住！哎，你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。你？可是我们公司没有你这个年纪的实习生啊。我真的是新来的实习生。你不信啊？你可以问他。郝总，
他确实是我安排的。耗子雨，你招这么个大姐来公司，他能干嘛？你招他来是当保姆啊，还是保洁呀？郝总，您认真的吗？我也不想的。他是我是他妈。没错，不是我妈。你们就喊她苏姨吧。你妈素姨，你倒是挺有志向，你是准备把素姨培养成主播呀，还是电商精英啊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不是笑不笑的啊，素姨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您懂电商吗？素姨，您之前是在哪儿工作呀？怎么会想起来来我们公司实习啊？我以前就是随便买菜、炒股、瞎玩玩。您还会炒股呢？这几年行情不太好啊，应该亏了不少钱吧？这不显而易见，要不然怎么能来儿子的公司打工当实习生呢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赶紧回去吗？你跑这来干嘛？你不是想认识安娜吗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素姨，你以为这是介绍儿媳妇呢？啊，这倒是个新思路啊！凭借我们子瑜的颜值，这使用一个美男计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都在干什么呢？都在干什么呢？嘻嘻哈哈的，像什么样子？这贵宾马上就要到，怎么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？你谁呀？李会长，您有所不知啊，他是郝总招进来的实习生，而且这位实习生的身份可不一般，他是郝总的亲妈。亲妈？实习生？李会长，他确实是我妈。郝子瑜，我一直很看好你，所以才允许你的公司加入我们商会旗下。可你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？对不起啊，李会长，你妈都多大年纪了？她能胜任电商的工作吗？你要给她安排工作，安排个保洁不行吗？还实习生？你见过哪个公司的实习生这么大岁数的？李会长，我进我儿子公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就没关系？天阔集团享受我李氏商会的资源，就要对我们商会负责。你这样的实习生对公司、对商会能有什么贡献？我看你这样子，应该也是个穷苦人。你儿子刚刚有点成就，就更应该体谅他，而不是在这里倚老卖老，让他难堪。我倚老卖老？我哪有？你知道他给你安排这样一个工作，还要遭受多少白眼？你倒是进了天阔集团，你为他考虑过吗？更何况今天有许多大人物要到场，像你这样的实习生，一旦被他们看见，丢不丢人？丢不丢人？李会长，你多虑了。这是我的简历和介绍信，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妈，别再卖弄你的介绍信了，你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？你每天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除了炒股就是买菜，你拿什么让人幸福啊？哎呦，儿子，那不是为了照顾你，你还说？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郝子瑜留下。素姨，哎呦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在工作。哎，胡闹！郝子瑜，你妈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你明知道今天有许多大人物到场，偏在这时候给我闹幺蛾子，你诚心的吧？是不疏忽了。简历到了这个岁数，但凡在工作上像你的样子，也不至于让你给他安排工作。介绍信都什么年代了，整这一套唬谁呢？陈策，徐海财团执行董事陈策。李会长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刚才收到了。您说我妈这个年纪不适合来公司？没有，我什么时候说这话啊？你肯定是听错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父母的都不容易，你母亲想来公司帮你，那是她的一片心意，你得接受，明白吗？是明白。还有啊，不能因为你母亲年纪大了就心生嫌弃，要理解包容，凡事要有耐心。好的。行了，你去带你母亲了解一下工作，
一会儿招待会的时候呢，给大家介绍介绍你母亲。让我母亲参加招待会，李会长，这不合适吧？你看我刚才怎么说来着？不能因为你母亲年纪大了就嫌弃。带你母亲参加招待会，很丢人吗？没有。明白就好，去吧。去查一下这介绍信哪来的。是。这位大姐什么来头？竟然能让陈先生亲自给她写介绍信。如果能借此机会攀附上陈先生，那我岂不就发达了？所以啊，子瑜是我们公司的总裁，我们两个呀是他的合伙人。您在公司遇到任何的问题，可以找我们，也可以找子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行，走。苏怡啊，以后在公司咱各论各的，我呢喊你苏怡，你喊我老板。嘿嘿。各论各的。哎，对。好。嘿。苏怡，这就是您的上班装备，这也太别致了。苏怡，您这是在上进和上班之间选择了上香啊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哎，子瑜，这边。妈，你那个介绍信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李会长会让我带你去参加招待会？苏怡去招待会？怎么，我就不能去了？我早就给你们说了，我的简历和介绍信那是很厉害的。得了吧，妈，你呀也就糊弄别人，可糊弄不了我。还有你们两个，让你们改的公司管理制度，改好了。子瑜那个太难了，我不会呀。是啊，子瑜，我们两个呀已经很努力了，但真的很难搞啊。你说让我们两个去对接一下商务还行，你这专业的事还得靠你呀。要我们有什么用？儿子，你要做管理制度呀，交给我来做呗。你老妈我可有经验了。啊？你？苏怡啊，我倒是没看出来啊，您还懂管理呢。苏怡，您快露两手给我们瞧瞧。没问题。妈，你就别闹了。真正的企业管理啊，跟您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。你呀，别给我添乱了。我怎么是给你添乱呢？儿子，你忙你的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放心。哎，等一下，苏怡，您不会准备用手写吧？怎么不行吗？妈，您这也太 low 了，人家现在都用 AI。这管理人的制度怎么能用不是人的 AI 做呢？那哪行啊？怎么不行呀？苏怡，您懂 AI 是什么意思吗？您就算是不会 AI， 起码得会电脑吧？没问题。哎，等一下，苏怡，你先别动，我拍照留念一下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武林绝学一指禅了。来，行了，妈，你别闹了。你懂电商企业的运作吗？虽然我不太懂电商，但是这个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是大同小异的。这方面啊，我还是很自信的。行了，妈，你就别说话了。我已经让你进公司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呢，也别搞七搞八了，就听我的，从最基础的客服开始做起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不过这个客服又是什么呀？妈，客服呢，就是回复客户消息，解答疑问。来，哎呀，苏怡呀，就你这个打字速度啊，我爷爷都能上7楼了。哎，3个月，只要3个月，我苏怡的武林绝学一指禅绝对神功大成！哈哈哈！这是又有什么问题吗？同志，妈，不能叫同志，要叫亲。亲？跟谁亲啊？跟他亲啊？啊，你算了，郝总，
郝总，贵客已经到了。行，我们去接待一下。哎，苏怡，待会儿你可千万不能乱跑，也不能乱说话。好。哎，苏怡，其实今天这场拍卖会啊，我们公司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，是咱们花钱啊帮李会长租的这个场地而已。嗨，你们这不是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吗？妈，你在公司想怎样都没问题，到了会场可别再乱说话。行，知道怎么做。安娜小姐，欢迎欢迎。哎，真气派！我以后啊，要是像他们这样就好。这个就是安娜吧，好漂亮！要是得到她的支持，那咱不就直接起飞了呀？你想多了，人家可是刚一回国就收到了很多超一流企业的邀请，一个都没看上。我们啊，没戏。你们还年轻，不要妄自菲薄。苏怡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咱们呀，这不叫妄自菲薄，咱这要有自知之明。就是，反正呀，我以后年纪大了，是绝对不会跑去当实习生的。哎，少说两句。实习生怎么了？无论年长年幼，这学习的脚步是不能停止的。这活到老啊，学到老。对，苏怡，您说的都对。我们也不想妄自菲薄呀，但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懂。小海啊，我早就劝你要好好的补补英语，这你都听不懂，这简直就是丢了我跟子瑜的脸啊！哎，不是，不会就我一个人听不懂吧？苏怡，你肯定也听不懂英语，对不对？英语？你可是法语呀！法语？哦，原来你们俩也听不懂，搁这耍我呢啊！对呀，因为你傻呀。不是妈，你真能听懂？那你快跟我们讲讲他们在聊啥呢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是算了。不是苏怡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吧。是啊，苏怡，他们是不是在聊什么商业机密呀？不是商业上的事儿。那是在聊什么？难不成是什么新兴产业？不是。哎呀，苏怡，你快急死我了，你快说吧。在聊陈后庙的小吃。什么小吃？看吧，我不想说的，你非得问。苏怡，这些啊可都是商业大佬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聊这么低端的话题呢？他们也不怎么啊，不说这些了。你不是想认识安娜吗？我现在带你过去打个招呼。哎呀，不是妈，你来真的？不是苏怡，你可不能这么玩啊！我们刚刚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啊。嘿，你这一个个的，不就是过去打个招呼吗？哎呀妈，你知道人家是谁吗？你就打招呼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我当然知道他是谁。我觉得呀，咱们还是老实的在这待着。今天能露个脸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你们这是怎么啦？你们就干杵在这儿，这人脉他就会自己长腿，好吧？妈，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仨就是普通的小老板，地位身份跟人家也不匹配，没资格打招呼。是啊，现在贸然过去打招呼不太合适，反而会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这确实不合适。苏怡，您啊，终于是开窍了啊！虽然安娜是晚辈，但毕竟人家是客人，我现在就带着你们去认识她，好像在用我的身份证压迫。哎呀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？我怎么是给你添乱呢？我是在帮你。你要是真想帮，你就少说两句。人家可是整个电商行业的佼佼者，多少大企业都抢着要合作的。我一个小老板，拿什么巴结人家？你是我儿子，他想要巴结你，还得看你心情呢。你这也没发烧啊？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现在就去看他。哎呀妈，你够了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，不要再胡言乱语了？如果不是我，你连工作都找不到，你面试还没开始就被人给欺负了，你连来这参加招待会的资格都没有。是吗？看人家巴结我，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！在人家面前，我就是这个，你呀就只是个实习生，
除了年纪大点，没什么大得过人家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了？你儿子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板，你呀就更啥也不是了。哎呦，儿子呀，你这话呢说对了一半儿。你现在的确只是一个小老板，但是你妈呢还是很有本事的。妈，那不是我说你啊，那是，咱们苏姨呀，那可太有实力了。有句话说的那个什么，叫我虽然普通，但是我迷之自信啊！我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实习生，但我自信呢啊！安娜而已，在我跟苏姨眼里，今天就算是总督王威来了，也得给我苏姨磕一个。这磕一个倒是不至于，别这样编排人家。不过这小王总啊，倒是经常请我喝茶，这倒是真的。哎，你们两个少说两句。哎，子瑜啊，咱们苏姨这么牛，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！咱们一定要让苏姨带领咱们公司一飞冲天。哎，要不咱让苏姨把安娜喊过来聊一聊，说不定加入我们天阔集团呢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现在就去喊。哎呀妈，你能不能别丢人了？他们俩拿你当傻子耍呢，你还真当真？妈，今天可是大场面，连咱们江城总督王威都会来的。我们呢，只是小角色。实际啊，这个招待会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明白了，你明白就好。今天来的都是江城名流，我呢是想认识安娜，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。你呀，就别再乱说话了。儿子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不过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做生意呢，不要畏首畏尾，就一定要有魄力。哎呀妈，你就别再给我讲这些大道理了。我是老板，你呀，你是个实习生，这做生意的事儿，我不比你明白。怎么，你要跟我各论各的？你这什么时候还学会玩梗了？刚学的。不是苏姨，你这活学活用啊啊！来，安娜小姐这次回国有什么打算吗？哇，还没想好。太可惜了。哎呦，有好的机会一定好好合作呀。要不我们也去露个脸？好。妈，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坐坐，可别给你丢人。知道就好。走吧，走。李总，你们是？李总您好，我是天阔集团的郝子瑜，您可以叫我小郝。安娜小姐，以后有好的项目啊，可一定要记得多带带我们呀。您请。安娜，哎，你什么态度？妈，哎，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啊！苏姨，你快回来！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找安娜聊聊天。谁？安娜？你说你要跟安娜聊天？对呀，就是安娜。妈，你可千万别胡乱找人聊天，那可是安娜。这是你妈？她是你带来的？不好意思，李总，她的确是我妈。胡闹！你们当今天的招待会是儿戏吗？安娜是什么身份？电商产业的天之骄女，就凭她也配出现在安娜面前？对不起啊，李总，我们这就带她走。走吧，苏姨。儿子，不至于，人安娜都没说什么呢。安娜，安娜，完了，安娜全都听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打扰您了，现在就走。哎，不好意思。苏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姑姑，我妈真的和安娜认识，而且看起来两人关系好像还不错。这不是听说你刚回国，过来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接下来准备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。
既然没方向，那我给你介绍个工作，怎么样？什么工作？啊，只要是苏姑姑介绍的，我都满意。你就不怕我给你介绍个小作坊，把你给坑了？只要是苏姑姑看好的，哪怕是小作坊，以后也必定有前途。好，这个是你说的。这个是我儿子郝子瑜，天阔集团的总裁。要是没问题啊，以后你就跟着他混吧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老板好，老板好，以后就拜托你照顾了。啊！安娜小姐，您这是？安娜小姐啊，您可是电商领域的天之骄女啊！你难道真的要加入这种不入流的天阔集团吗？安娜都已经答应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妈，对不起，安娜小姐，您别当真，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。儿子，我没开玩笑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家安娜不都答应你了？妈呀，你说你这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还好人家安娜不计较，不然咱们就完了。怎么就完了？我给他介绍工作，他还不乐意了。妈，你这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？人家安娜是看你年纪大，怕你下不来台，你还真以为能加入我们天阔集团？苏姨，你跟这个安娜到底什么关系？不管什么关系，人家呀也不可能因此加入咱们公司呀。妈呀，我谢谢你关心我，不过生意场上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哎呀，这生意的事儿我懂。妈，你能不能听点话呀？你什么身份？一句话就能让人家放弃大好前程啊？郝总，人家的身价起码能抵20-30个天阔，你说你凭什么让他加入我们？郝总，哎呀，等会儿，妈，咱们能不能现实点？人家是电商行业的佼佼者，你呢，不过是个超龄实习生，人家没翻脸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你呀，就别给我添乱了。我呢，现在立刻马上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发什么神经啊？你往后瞅瞅，谁呀？郝总，这是我的个人简历和入职申请，请您过目。郝总，现在有时间吗？咱们去那边聊聊。他呀，现在没空，他要立刻马上送我回家。妈，你有要回去吗？刚刚你不是说了要立刻马上送我回家吗？我可没说。哎，妈，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回家之后立刻马上下馆子，我请客。那就看你表现了。安娜，我不耽误你们时间了，你们俩好好聊聊。郝总，请。请。苏姨，你跟这个安娜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她怎么这么听你话呀？那当然了，我也算他半个师傅了。他以前在轩海财团当实习生的时候，可没少让我头疼。轩海财团，苏姨，您跟轩海财团还有关系呢？那您认不认识影帝杨士兵啊？哎，我说王海啊，你怎么还惦记他呢？你忘了上次热脸贴冷屁股的教训了吗？不是你懂什么呀？人家杨士兵可是影帝，国民男神大明星啊！那我本来做的就是男装板块的，我要是能请到他给我代言，我这销量不得翻个10几倍啊！你上次呀想请他，被人家好一阵冷嘲热讽。现在呀，人家刚刚签了轩海财团，怕是这架子呀更大喽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安娜都给郝子瑜当下属，我当然又觉得我行了呀！这杨士兵也签约轩海财团了？哟，苏姨，你也追星的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杨士兵来了。我冲了啊！给我叠个 buff！ 哎呀，去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杨影帝你好，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。杨影帝你好，
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。我一直在这儿。最近过得如何？还行吧。我呀，早就想见见你了。苏爷，您居然真的认识杨影帝啊？啊？你找我有事吗？哎，杨影帝你好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顺便……不必了。嬛嬛，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是一点没变呀。嬛嬛，你说你想见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不能见你了吗？还是说你不愿见我呀？你要这么想也行，或者说你觉得以你现在身份不配见我？随你怎么想。苏爷，人家毕竟是影帝杨师斌，你客气一点嘛。苏爷，您要不先去歇着，我来。哎，杨影帝，咱们要不先吃个饭，然后……我说不必了。嬛嬛，咱们这么久没见，你不请我吃顿饭吗？有人请你吃饭了，你不乐意吗？他呀，还是算了。但是你请我吃饭的话，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。还是算了吧。行了，嬛嬛，你不用自卑。你要是没钱，我可以请你呀。不是，我是……行了行了，来走吧，咱们先去聊聊。什么情况呀？不知道啊。我妈怎么跟大明星凑一块了？该不会又是什么麻烦了吧？郝总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刚说到哪了？哦，我的入职岗位。对，说实话，我现在还跟做梦一样。坦白来说，我真想不到我们公司有什么岗位能配得上你。那我先去你们单位实习，你看怎么样？安娜小姐说笑了，您的能力，领导整个公司都绰绰有余了。您又不是我妈，怎么能来做实习生呢？什么？你是说苏姑姑是你们公司的实习生？是啊，她都这把年纪了，一点都不消停，自己找不到工作，还非要来我公司实习。你是说苏姑姑不知道干什么，而且你还不想用她，她只能在你公司当实习生？她呀，连电脑都用不明白，当个实习生都是抬举她了。我这个妈呀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，有时候真想给她找个老伴，好好管管她。会长，陈先生已经出发前来会场。介绍信的事问清楚了。陈先生的秘书说，轩海集团从未向天阔推荐过你。什么？居然是假的！好大的胆子啊！会长，我们要不要先去迎接一下陈先生？不用了，陈先生不喜欢高调，我们也就没必要大张旗鼓。明白。陈先生是为了接下来的地产拍卖而来，我要把南湾地皮买下来，送给陈先生。送给陈先生？会长，蓝湾地皮起码值4个亿啊！蠢货，4个亿算什么？如果能与陈先生交往，哪怕10个亿都值。那郝子瑜呢？他想创建一个网红孵化基地，培养带货主播，需要照顾一下。他想要地皮，关我什么事？一块地皮至少几千万，但我这协会是搞慈善的吗？明白了。赶快去准备拍卖的事吧。回来，把那个姓苏的轰出去，让他带着那个假造的介绍信滚出天阔集团。是。嬛嬛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当然是有人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你出席招待会？我签约了轩海财团，世界上第1大财团。哎，陈泽你知道吗？轩海财团现在当家人，如果你需要工作，我可以找他帮你介绍的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哦，陈泽啊。苏姐，我不知道你也出席招待会，不然我早就过去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安娜说您也在。对了，您不是想见我吗？如果……行了，别给我整这一套。你想来见我就来吧。士斌，你怎么了？嬛嬛，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忘不了你。我今天见你，也是想问问你，我们之间……凤环，
你是谁啊？找我有什么事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请你离个场，顺便把离职给办一下。什么？离职？我可是有介绍信的。你是说这个呀？现在没了。你怎么把它给撕了呀？假的当然要撕啊。假的？行了，这里有这么多贵宾，你也别让我难做。你能到这种高档场合见见世面，也该知足了，别死皮赖脸的啊！别动我！走吧。放手！别动我！走。您看，我就说我妈不让我省心。抱歉，安娜，我得先去处理一下，马上回来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怎么回事？先把手给我放开！妈，没事吧？地产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母亲只是个实习生，而且她要伪造介绍信，现在也该离场了。我妈进公司实习是李会长认可的，也是李会长亲口让我带我妈来参加招待会。你也听到，李会长只说让你妈出席招待会，可没说让她出席地产拍卖会啊！我看你啊，赶紧劝劝她，别让人在这儿看了笑话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我妈也是公司的员工，凭什么不能参加地产拍卖会？她只是个实习生，没资格。她现在是我的助理，我这就下认你，现在有资格了。李梅就是这么找人做事的。嬛嬛她能来到这里，好歹也是这里的客人。你们就是这么赶别人走的？还有，我已经邀请嬛嬛出席地产竞拍，你这是打我脸吗？杨影帝，你这刘秘书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吧？苏怡都已经进来了，你现在赶人家走？就是，你这明摆着就是针对苏怡啊，你欺负人啊你！怎么回事？李会长，你可来了！这刘秘书要赶苏怡走，这事怎么能这么办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您安排的呢。就是，他这明摆着就是针对苏怡，你欺负人啊你！说是不是针对苏怡？不是我。够了，你们两个别乱说话。李会长是我最尊敬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安排人赶我妈走？我看一定是刘秘书自作主张安排。不是我安排的，不是你安排的，难道是我安排的？会长，我错了。不过呢，刘秘书也是出于好意，他是担心有些人不懂地产竞拍的规则，而乱了秩序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苏环，接下来地产竞拍也没你什么事儿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李会长，这李梅，我再声明一遍，嬛嬛在，我在，嬛嬛走，我也走。杨影帝，您和苏环这是？我就是要带她出席地产竞拍，有问题吗？她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至今深爱的女人。现在谁还有意见？初恋，初恋，他居然是杨影帝的初恋啊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呐！杨影帝自出道以来从没有绯闻的，这怎么可能是初恋呢？骗人的，一定是骗人的！必须给我们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石斌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我就是要让这些势力也看一看，你是我中意的女人，谁敢欺负你，就是和我作对。现在嬛嬛可以参加地产竞拍了吗？杨影帝，我很尊重你，希望你也能理解一下我的难处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谢谢理解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合作取消。这场竞拍我也不出席了，你们玩吧。什么？嬛嬛，我们走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我谁来主持地产竞拍。
石斌，你别唠了，我来天阔就是想帮帮我儿子。他一会儿要去参加地产竞拍，我也得去。你帮你儿子？欢欢，你其实不用那么自卑的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无关金钱和地位。我不是自卑。算了，你既然还没有做好面对我的准备，那我也不强求。李梅，你给我听好，欺负嬛嬛就是欺负我杨士斌。你要是敢让他受一点委屈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明白了，我同意苏环参加地产竞拍。要不，我们先开始拍卖吧。现在后悔了，你刚才不是很强势吗？这场竞拍，你找别人主持吧，让你啊长长教训。那我们的合作，看你表现吧。妈，你和影帝还有过恋情呢？苏姨，没想到你有这么劲爆的感情史。苏姨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很想让杨士斌给我代言呢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回头再说。苏姨，还是您最好。这事要是成了，我就认你当干妈。好啊。去，这可是我妈，收起你那些龌龊的心思。各位，本次地产竞拍由我协会与官方首次合作，陈泽陈总与王威王总督也会亲临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，多多支持。我宣布，本次地产竞拍现在开始。苏姨，第一次见这么大场面吧？我把我的拍卖权给你，只要您把那个杨士斌介绍给我，您就是我干妈，不，亲妈，嘿嘿，给。行，王海啊，你就是魔怔了。下面是本次竞拍的第一块地皮，起拍价2000万、2200万、2200万、2500万、2500万、2600万、2600万。又怎么了？妈，我是要一块地皮建网红孵化基地，可我要的是市区的地，你这都给我捅到郊区了。不是苏姨，我把这拍卖权给你，是让你感受这拍卖会的氛围的，你别在这拍呀。再说了，我哪有2600万让你造啊？这块地挺不错的，上个月我研究过，虽然它属于郊区，但跟市区仅隔一条街，但是价格呢，便宜1倍不止。哎呀，苏姨，您就别瞎凑合了，您还是先回去啊，把这实习生啊弄明白吧。哎，怎么没人叫价了呀？这地不真落我手里了吧？活该，叫你下岗。天，2600万，苏姨你可真敢叫啊！哎，拿下这块地也是好事啊。 3000万，3000万，3000万第一次，3000万第二次，30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哎呀，没实力就别出来搅局，捣什么乱呢？可惜了吧？妈，你可少说2句吧。下面是恒运路的一块地皮，起拍价4000万。恒运路的这块地倒是很符合我们的需求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这块地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，再贵的地咱们也买不起了。哎，这块地不能留。为什么呀？我得到小道消息，恒运商业中心马上就要搬走，要改建工厂，到时候啊，这块地会严重贬值的。妈，这都哪跟哪？你快别乱说了。到时候啊，这块地会严重贬值的。不是苏姨，您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啊，您这消息，该不会是在路边的哪个算命先生那算出来的吧？啊，不是，这恒运路的商业中心可是轩海集团开发的。苏姨，您可真牛啊！轩海集团的小道消息您都能拿到。妈，
你就是个大龄实习生，这电商产业的事你是一窍不通，这地产行业就更别说了。你们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上个月小陈这事儿专门给我汇报过，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小陈，谁啊？您说的不会是陈泽陈总吧？啊，苏姨，您是忘了自己是怎么进来的吗？啊，要不是我们和杨影帝护着您，您呀早就被撵出去了。妈，你可别再说谎，听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安娜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就说我妈不让人省心。既然苏姑姑说了，那我也不建议你拍这块地皮。安娜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哎呀，那个就是苏姨胡说八道的，你们还真信啊？这，哎，那可是轩海集团，咱们呀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。他连工作呀都要靠子瑜帮他找，他怎么会有财团内部的消息呢？万一苏姑姑说的是真的呢？啊！恒运路地皮由12号竞拍者以4000万拍得，成交。完了，错过了恒运路的地皮，再没有适合我们的。妈，你可把我们害惨了。找别人转手的价格至少要贵1半。哎，咱们想要建立网红孵化中心，这个估计是没戏了。嗨，你们3个小家伙，妈，你还笑吗？要不是你捣乱，我们3个能这样吗？唉，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把拍卖权交给苏怡。下面是本次竞拍的最后一块地皮，J-4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块地皮的价格。J-4呀，这是块好地啊。J-4，这是哪块地皮啊？不知道啊。凡是官方指定的地皮都有特殊的代号，不过就算我们知道是哪块地，我们也买不起啊。这块地属于蓝湾地皮啊！蓝湾地皮，这是南湾地皮。妈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消息靠谱吗？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行了行了，你可别说了。这块J-4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蓝湾地皮，真是蓝湾地皮啊！起拍价，这块地不错，适合你们。2个亿。哎，苏怡，你先别激动，我给你这个竞拍权，让你过来感受氛围的，你可别真竞拍呀！再说了，我们也买不起啊。可是苏怡说的对呀，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妈，待会儿我来报价，可别再捣乱了。2亿1千万，2亿2千万，2亿6千万，2亿6千万。郝子瑜，你那个小破公司有这么多流动资金吗？我敢报价，自然有我的底气。不劳您费心。哎呀，这小作坊呀，终究就是小作坊，再团结，能跟大企业叫板吗？2亿8千万，3个亿，3个亿，3个亿第一次，3个亿第二次，3亿1千万，3亿1千万，4个亿，4个亿，4个亿。这竞拍呀就得有气势，才能压得住你。不是，苏怡，这有气势归有气势，但是没钱呐。苏怡，你就是把我们仨卖了，你也不值一个零头啊。苏怡，你还是把这牌子还给我吧。哎，这么好的地皮，花10个亿也值得。妈，你真是……我妈参与的竞拍，由个人承担。现在是很严肃的竞拍场合，如果拍下了，付不起相应的资金，不仅要赔偿，而且要付50%的违约金，还要被官方问责，情节严重者还要负法律责任。郝子玉，听清楚了吗？子瑜，别逞强了，咱们现在不行。哎呀，子瑜，
这场拍卖会是李会长办的，你跟李会长求个情啊。苏怡呀，她没什么见识，她不懂这拍卖会的规矩啊。我想大家也不会见怪的，对吧？啊，郝子瑜，你当真要参与竞拍吗？就为了你妈一句戏言，值得吗？李会长，行了，我就当你妈是开玩笑，毕竟你也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。我们重新竞拍，刚才的事就算了。谢谢李会长，谢谢。管好你妈，别再让她捣乱。是。我怎么就成捣乱了呢？妈，我哪有4个亿去竞拍地皮啊？你们3个人凑不出4个亿啊？妈，你疯了！那是4个亿，不是400块。您知道4个亿什么概念吗？是啊，苏怡，你就算是把我们仨卖了，你也凑不上这个零头啊。明白了，就是钱的事。妈，你明白就好。你儿子我呀，真没你想象的那么有钱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开始重新竞拍，起拍4个亿。儿子，你没钱我可以借给你，老妈有钱。你有钱？你哪来的钱？你看看你这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！你这么多年，每天除了买菜就是炒股，你干过一天正经工作吗？你还有钱？有那么严重吗？还不严重吗？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一大把年纪只能出来做实习生。我们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全当耳旁风，你非要让我们公司逼到破产才罢休吗？儿子，你太激动了，先冷静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刚才李会长给你台阶，你为什么不下？现在让我上哪去搞4个亿啊？老妈说了会帮你的，你老妈以前是……够了，苏怀，你真是不明事理，买下这块地，他们3个的公司就要破产。为了你的任性胡闹，你就要毁了你儿子这么多年的努力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李会长，郝子瑜，看在你是我半个学生的份上，我就最后再帮你一次吧，我出4亿1千万。还有要竞价的吗？谢谢李会长，谢谢。不用谢我，等竞拍结束之后，你妈的事情怎么处理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我明白了。妈，要不我给你换个工作吧？儿子，你这是要赶妈走？妈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但是我……行了行了，我都明白。妈说了会帮你的，你相信妈。4亿1千万第一次，4亿1千万第二次，4亿1千万第3。5个亿。妈，你疯了！儿子，你要相信妈妈。苏怡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不然你还是回去吧，这里不适合你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这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。苏怀，你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我按流程竞拍，怎么就成捣乱了呢？你当然可以拍下，但是如果拿不出相应的资金，不仅要赔偿50%的违约金，还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这么多钱？恕我直言，你们几位加在一起凑不出一半。好好的一个地产竞拍，被你搞成这个样子。行，我让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宣布结果吧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假冒陈先生的名义混进公司的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。等会儿陈先生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真是好笑啊！靠着杨明星混入会场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哎呀，这没自知之明的人我见过不少，但是这么没自知之明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！啊，郝子瑜啊，摊上这么个妈，还真是倒霉啊！这以后啊，想想都可怜呐。哎呀，你倒是宣布结果呀！完了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3……等一下。陈先生，您来了。陈先生好。
陈先生，您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我好出去接您。迎接？我怎么敢让长辈出去迎接？长辈，陈先生，您别说笑了，我就比你年长几岁而已，长辈这一词我可担不起。不是说你的。算了，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刚刚结束南湾地皮的竞拍，虽然有跳梁小手搅局，不过我还是顺利的将南湾地皮竞拍下来，准备送给陈先生。你拍下来了？我不是刚说我要加注吗？陈先生，我原本是计划将南湾地皮买下来送给陈先生的，您说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不必了，我还是自己决定吧。还有人竞拍吗？成交！恭喜陈先生！恭喜陈先生！恭喜陈先生！苏姐，我听说你也在看南湾这块地，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，特意送给你。就算是让我今天迟到没来得及见你，给你的赔礼吧。你呀，行了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是苏姐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听李梅说有个跳梁小丑在竞拍会上捣乱，是谁呀？把李梅气成这样，没打扰到您的雅致吧？没什么。陈先生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切莫介意。你要南湾这块地干什么？我儿子啊是做电商的，他想搞一个网红孵化中心。哎，郝子瑜，天阔集团的总裁，这块地就是我帮他买的。陈先生好。天阔集团，李梅协会下一家做电商的小企业。李梅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现在就出来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出去见个人。陈先生，你看，你刚刚对他做了什么？有没有对苏姐不敬？陈先生。您跟苏怡，你们知不知道，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救下了我。没有苏姐的恩情，就没有我陈泽的今天。谁要敢对苏姐不敬，就是跟我陈泽作对。你就是苏姐的儿子？是我，陈先生。其实我一直想见您一面。您的轩海财团在实体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我想请求合作，通过电商将产品运往全国乃至全世界，实现合作共赢。不行。那南湾地皮，南湾地皮是我送给苏姑姑的，苏姑姑自己用，那我绝无二话。但是转交给你嘛，绝对不行。陈先生，这行了，等会再说吧。继续下去吧，我还有重要事情要说。子瑜，这块地皮对于我们而言很重要。这陈先生怎么出尔反尔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会呢？陈先生驰骋商界多年，口碑一向很好。况且我妈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怎会不报啊？是啊，这南湾地皮对于咱们而言是很金贵的，但是对于陈先生来说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这陈先生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块地皮坏了自己的名声呢？去查一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李梅这种人心胸狭隘，目无远见，甚至还敢对苏小姐不敬。苏小姐的儿子就不该在这种人手底下做事儿。对了，把天阔集团给我收购过来，到时候我要连着南湾地皮等众多资源一起作为礼物送给郝子瑜，全力支持郝子瑜的事业。是。李梅，苏姐奶奶跟你计较，我陈泽可没那么大度量，竟敢对苏姐不敬。如果再让我查到你为难郝子瑜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苏姐，见你一面可太不容易了。小王，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，还非得把我喊出来私聊？就在这几天，
江城的很多产业都遭受到不明资本攻击，表面看起来比较风平浪静，但是我总感觉会有大事发生。所以啊，我想请您出面调查此事。我代表江城的所有企业感谢您。这事儿你不用担心。苏姐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作为江城总督，我这些年一直兢兢业业，就希望江城能好一些。现在有不明资本攻击江城，搞不好江城的经济都会受到打击，叫我怎能不担心呢？能在短时间内攻击各行各业，必定是大资本。小弟无能，没能调查出来具体是谁，所以啊，只有请您出手了。您是轩海财团的创始人，只有您这样的商业大鳄，才有实力保护江城啊！这件事情我1个月之前就察觉到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关注的。苏姐，我代表整个江城感谢你。杨总，根据您的吩咐，已经对江城的各大企业进行了第1轮试探性攻击。这帮蠢货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显然毫无察觉。我想，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启这场商业战争啦。不急，继续试探。他说还不出手，我是不会正式进攻的。您可是华尔街之神啊，何必在意这样一个小角色呢？你不知道当年的真相，这是我和书桓的最终之战，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。这次，我要将他狠狠地踩在脚底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下面将由王总督公布江城优秀企业名单。王总督都来了，陈先生的面子可真大呀！这要是有幸被选入优秀企业，得到轩海财团的支持，那可不就一步登天了吗？瞧瞧李梅，似乎还挺自信的呀。听说是手下弄了个什么协会，网络的能人还真不少呢。尤其是那个郝子瑜，短短几年呀，就在这个电商行业站稳了脚跟，似乎最近还要成为电商龙头的趋势呀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运气好而已。现在宣布江城优秀企业名单。你说咱们有机会和轩海财团合作吗？万丰集团，我刚才提出的合作请求已经被拒绝了。哎呀，别气馁嘛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。你看，刚才你是借着苏毅的名义向陈先生提出了要求，陈先生呢，公私分明，他肯定会拒绝啊。可是现在是王总督亲自上报要求企业的名单，性质就不一样。咱们如果有机会被选中，那陈先生肯定不会拒绝我们了。那咱们得有信心啊。好，江城优秀电商企业代表，天阔集团。天阔集团，我们被轩海集团选中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谢谢王总督。对，谢谢王总督。天阔集团是我们协会的牌面，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，不让王总督和陈先生失望。前辈，我们轩海财团旗下并无电商板块这个项目，所以与天阔集团的项目取消吧。陈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话不够明白吗？陈先生，郝子瑜他可是……王总督不必多虑，我自有安排。行，那就按陈先生的意思办。除天阔集团之外，刚才王总督练到的优秀代表，请随我来。这怎么办？陈先生摆明了就是针对子瑜啊！陈先生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这可是王总督亲自拟定的商业名单，这陈先生这点面子都不给吗？还不明白吗？原本陈先生是把南湾那块地送给苏桓报恩的。这苏桓呢贪得无厌，非要把他儿子和陈先生绑在一起，想抱轩海财团大腿。现在好了，这惹怒了陈先生，不但蓝湾的那块地皮没有了，就连天阔集团未来的商业合作也都被陈先生给亲口否认了。赔了夫人又折兵喽。郝子瑜，这就是你妈干的好事。苏姐，在子瑜的公司上班，您还适应吧？要不要我？还行吧。
这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好，任总，你也亲自来了。苏姐在此，我岂有不来的道理啊？苏姐，我已经派人去收购天阔集团了，我会倾注所有的资源来扶持子瑜事业的。难怪陈先生拒绝与天阔合作，感情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。王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苏怡。不是，你还找他干嘛呀？他给咱们添的乱还不够多吗？要不是因为他，咱们早就……她毕竟是我妈，她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。你先陪陪子瑜，我先出去。苏怡怎么和这些大佬在一起啊？王海，你不是去找苏怡了吗？苏怡的又发什么神经？自己过来看。妈，我送送你们。妈，完事儿了。妈，你干嘛呢？你知道人家是什么人物吗？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对人家？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看看你什么态度？哎，跟对下人似的，还想给我惹得马桶不够多。孩子，你想多了，我跟他们关系挺好的。什么关系好啊？那你看陈先生旁边的2位，一位是咱们江城总督王威，另一位是轩海财团的高层沈长安沈先生。你和他们关系好，你没得罪人家吧？我怎么会得罪他们呢？他们是专程过来找我的，得罪他们，你求我还来不及呢。妈，你今天可把我害惨了。怎么了？算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得罪我姓，失着我命。走吧。哎呦，你小词还整上了。走了，吃饭去。苏环，你搅黄了与轩海财团的合同，居然还有脸待在这儿！我搅黄了轩海财团的合作？不是你是谁？不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少说2句。李会长，陈先生明确表示了，轩海财团旗下没有电商产业，所以不和我们合作也是情理之中，怎么能怪我妈呢？郝子瑜，说这话你信吗？陈先生摆明了就是对你妈不满，才会当着那么多江城名流的面打我的脸。要不是你胡闹，招他进公司，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？李会长，当初苏怡进公司可是你点头同意的，郝总带苏怡进入招待会也是你主动提出的，现在出问题你就一股脑的抛给我们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少扯这些没用，你们自己说说，是不是因为苏环才让我们丢了与轩海财团的合作？你说啊！我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我妈，她惹了什么麻烦，我来承担。你承担？你承担得了吗？不是，儿子，就是说轩海财团本来要跟你们公司合作，然后反悔了。就是因为你惹陈先生不满，才让我们丢了这泼天的富贵。哼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轩海财团不跟你这样的人合作是应该的。妈，你少说2句。苏怡，您就别在那说风凉话。苏环，你什么意思？害我们丢了这么重要的合作，误以为使樊以为荣是吧？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明事理的老东西。我明不明事理不是你说了算，反倒是你丢了合作还来埋怨我。像你这样的领导，未免有点太无能了吧？你竟然敢顶撞我！李会长，我妈她不是那个意思。郝子瑜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敢说话？我是不是说过把你妈从公司开除？她为什么还在这儿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要是不想干，我现在就把你从协会踢出去。李会长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子瑜这些年为协会做了多少贡献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你一句话就要把他给踢出去？就是，郝总兢兢业业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协会要是没有郝总，怎么会发展的这么好？闭嘴！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当初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，是不是协会给你们提供的启动资金和资源？郝子瑜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让你妈滚蛋！李会长，我保证会看好我妈，不再让她捣乱。
你真的要做这么绝吗？儿子，别理他，待会儿他想留下来都没机会了。郝总，郝总，天大的好消息！陈先生的秘书刚刚来电说，想邀请你加入轩海财团旗下。你说什么？陈先生的秘书刚刚来电说，邀请你加入轩海财团。邀请郝子瑜的公司加入轩海财团？被陈先生邀请加入轩海财团啊？你们怕不是在做梦吧？轩海财团放眼全国也是庞然大物，哪怕是夏国分部，也不可能看上天阔集团这种小作坊。就算是陈先生有此打算，又岂会先通知你，不通知李会长？李会长在江城也是鼎鼎有名的大人。再说了，他郝子瑜是我们协会的人，我想陈先生应该不会这么不地道吧？我看你是护主心切，得了失心疯吧？编这种谎话来骗我，你自己信吗？我没说谎啊。行了，郝总，我一个小小的总裁，哪里入得了陈总的法眼？还特地邀请我，这种事儿，我想都不敢想。郝子瑜，你要是能早点有这种觉悟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呀。要不是你非要作妖，把你妈拉进集团，你早就抱上轩海财团的大腿了。咱们还是一个协会的吧？现在失去了合作机会，你们就只会在这抱怨说风凉话吗？够了，郝子瑜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是你妈走，还是你跟你妈一起走？妈，你看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李会长，我决定好，不管他犯了什么错，他都是我妈。你们这样欺负我，也不干了。妈，走吧，吃饭。站住！郝子瑜，这就是你的态度？你们母子搞砸了一切，不仅不内疚，还反而上脸了是吧？我说了，她是我妈，不管她犯了什么错，我来承担。你以为离开了协会就完了是吗？我现在就封杀天阔集团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我不后悔，公司没了，可以再见。但是我老妈可只有一个。是的，儿子，天阔集团的存在与否，他说了不算。路可是你自己选的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宣布下去，封杀天阔集团。什么？天阔集团已经不属于协会旗下了？天阔集团已经不属于协会旗下了。郝总，天阔公司现在属于轩海财团旗下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看。啊！你干嘛？我没在做梦，我们加入轩海财团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儿子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李梅现在是想留你都留不住啊。妈，你还说这话？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们早就顺顺利利加入轩海财团了，哪还有这么多事儿？行吧，行吧。苏怡，这件事不会真是你找人做的吧？王海，你想让苏怡给你引荐杨师斌，你也不至于这么舔着他吧？轩海财团竟然敢挖我的墙角！我是欣赏郝先生的才华，与你何干？挖你的墙角也配？叫人。郝总，我郝总，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。我已经备好厚礼，将蓝湾地皮与明星代言等众多资源交给您使用，还请您赏脸加入我们轩海财团。请郝总赏脸。不，陈先生，我愿意加入轩海财团，您不用这样。谢郝总。明星代言有杨师斌吗？当然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陈总，您这样不合规则吧？怎么说天阔集团也是我们协会旗下的产业，您一个招呼都不打就挖走，这……命令下去，让李梅的协会消失，这样李氏商会就不存在了。天阔集团加入我们，就名正言顺了。别，开玩笑的。这么说，你是同意我挖郝总的公司了？同意，我双手双脚同意。走吧。郝总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一定。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我们也要吃饭去了。那我先走，您忙。陈先生再见。妈，你刚看到没？李梅在陈先生面前跟个小鸡仔似的，你呀，在人家面前连这个都算不上。你以后可得好好尊重人家，别倚老卖老了。不倚老卖老。不过今天还是得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对陈先生有恩，可能今天
我就要失去这个公司。谁能想到啊，陈先生之前拒绝和咱们合作，这是为了给咱们一个大惊喜呢。今天啊，多亏苏怡，还得是我干妈。虽然呢，她没什么本事，还在自己儿子的公司当实习生，但是陈总欠您一份恩情呀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夸我就夸我呗，还非得拉踩我一下。妈，虽然你对陈先生有恩，今天人家顶着巨大的压力让我们加入轩海财团，已经是两不相欠了。你以后可别再摆那么大架子了。人家可是大有背景的，他有背景，我就没有啦。妈，你的背景啊，就是我，只不过你的背景现在还是棵小树苗，还没长大呢。行啊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背景，这老妈呀也是你的背景，以后遇到事就不用怕了，老妈会永远帮你的。苏怡，您不会真有什么大背景吧？我不需要什么背景，我本人就是最大的背景。妈，别说大话了，你儿子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，我就希望你能踏踏实实的，少说点大话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对自己不够满意，所以才用风言风语来掩饰自己，可是这样人家也不会高看你一眼。我没有掩饰自己，算了，我饿了，咱们吃饭去。这就对了嘛，听儿子的不会有错的。走，吃饭去。郝总，今天可是下血本了啊！这可是全江城最好吃的饭店，今天啊，我得撒开了吃，别怪兄弟无情啊！一个会所而已，瞧你们那样。我听说啊，这里面简简单单吃顿饭得不少钱呢。今天托苏怡的福，有人请客啦！请看，别摆了。站住！我们饭店啊，今天有贵宾来，所有包间啊都被包场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还是请回吧。什么人这么大场面，还包场？他们人很多吗？我们呀，随便安排一个位置就行了。他们人倒是不多，就一个人。不过这位贵宾身份比较敏感，各位还是请回吧。一个人包下整个饭店，这也太霸道了吧！霸道？人家可是娱乐圈顶流，国民男神杨诗斌呀，就凭你们几个也配跟人家坐在一起吃饭？杨诗斌，那既然是杨影帝的话，那就更不能走了呀！对对对，我们呀今天就在这吃了。你们可真是两个活宝。苏怡，你去哪儿啊？不是，人都包场，咱就别在这儿捣乱。够了，我们这儿可是会员制的私人会所，由不得你们在这胡闹，赶紧给我滚！待会儿要是杨老师乖嘴下来，你们几个谁担当得起？杨影帝怪罪我们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说不怪罪就不怪罪，我看你们几个也像是有点小钱的人，怎么还没这位大姐明事理呢？大姐，这位可不是一般的大姐，这一位是杨影帝的老情人，他杨影帝的初恋，正是。他要是杨影帝的初恋，那我可不就是杨影帝的现任老婆了吗？你们几个啊，出门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居然敢污蔑我心中男神！什么污蔑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实话？我看你们几个撒谎都不知道害臊。我们家男神自出道以来从无绯闻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初恋。你们今天不仅在我店里闹事儿，还敢污蔑我男神，赶紧给我滚！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可叫保安啦！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呀！就是我们呀，在这吃饭，杨世斌不会怪罪的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们吗？大姐，你说说，你跟杨老师有什么关系吗？别拿你的臭手指人！我跟杨世斌谈对象的时候是30年前的，都是老黄历了，就不聊了吧。你跟男生真谈过？哎，呸！我怎么给你带偏了？我要是你啊，就说真相，你还真敢瞎编呢？这就是真相。你们几个今天就串通好了来胡闹是吧？啊！你们在干嘛呢？男神，环环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呀？不知道哪来的几个土鳖，非要在这吃饭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这里啊被您包场了，但是他们还死赖着不走。你说谁赖着不走呢？我现在就叫保安把这几个无赖给赶走。您放心，绝对不影响您用餐。
你说谁是无赖啊？他们可无赖了，尤其是这位大姐，她用言语轻浮于您，说您是她什么初恋，您可是高贵的国民男神，她这不是胡说八道？他真这么说？可不是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他们赶走。欢欢，你终于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了。啊，他真是杨影帝的初恋呢。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那啥，既然你包场了，我就先走。哎，欢欢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嘛。哎呦，不了不了。你对我耍小聪明有意思。什么？欢欢，你专程过来看我，不就是想和我一起吃饭吗？那既然如你所愿，怎么要走呢？专程跑过来，不是士兵，你误会了。别装了，欢欢，你肯定是调查了我的行程，一路跟到这来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你能过来看我，我真的很高兴，那说明你的心里有我，不是吗？士兵，你想多了。子瑜，叔叔问你，你们是怎么找来这里的？妈，我就说你为什么非带我们来这儿呢？原来是为了杨叔啊！哦，苏姨，你早说杨影帝在这儿，我们不就都明白了吗？是吧？就是，我证明我们来这儿啊，就是苏姨决定的啊。对，你，哎呀，行了，进去吧。老板，环环是我的初恋，以后见她如见我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怠慢她，别怪我找你算账。明白。哎，走吧。你是不是？你们两个待会儿给我配合点。当年我妈生下我，我爸就发生意外走了，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早就想给他找个老伴了。走。来，环环这个。好。环环，你还想吃什么菜？我再去帮你加2个。哎呀，够了，不用了。你不用在意价格，我是这里的会员，都有会员价。妈呀，你今天能尝到这些美食，都是托了杨叔的福，还不赶紧好好谢谢人家。环环，我是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有钱，能够养活我们2个。如果你是因为自卑而不敢靠近我的话，其实喂，苏姐啊，小王啊，不好了，那股不明资本已经大肆向江城发起进攻了。有话直说。我想请您轩海财团注资20个亿，请苏姐帮江城度过这次难关吧。小王啊，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吗？如果需要，不管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但是这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有时候用钱解决问题反而适得其反。可苏姐我……行了，你先冷静冷静，我在吃饭，才不跟你说了。刚说到哪儿了？苏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还装！我刚刚说这些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需要因为经济实力而担忧。你有必要这么拐着弯骂我吗？我骂你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妈，人家杨叔又帅气又有钱，还对你这么真心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？我哪有啊？苏姨，你这真的有点过分了。那杨叔啊，是希望你打消经济上的顾虑，可你倒好，你不光不领情，你还损人家。打住！我什么时候损他了？妈，你还敢说不敢当是吧？杨叔，对不起啊，我妈她就是不懂事，我替她向您道个歉。其实我早就习惯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倔，当初我托家里人的关系，想让他去大企业工作，可他呢，不光不领情，死活要去国外创业，还说要建立财团。我帮他争取了那么多的人脉和资源，可他一次都没有好好利用。结果呢，现在还是要靠你这个儿子来打工吃饭，
杨叔，我妈她就是……没事的，你不用替你妈解释，这不是她的错，要怪只能怪我自己，痴心一片。杨叔，您可真是我们男人的楷模。韩焕，你不要再倔下去了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你为什么不领情呢？如果你同意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陈泽，让他给你安排最好的工作。虽然他也未必会正眼看我，但只要你需要，我杨世斌豁出去了也帮你争取。妈，杨叔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怎么还是不领情啊？我这小王又怎么了？不是，现在不要钱改要人了。哎呦，这人脉有用吗？这能解决问题吗？别说陈泽，就是把沈长安派过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小王啊，这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这人脉他是万能的嘛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冷静冷静。刚说到工作了是吧？够了，面子真那么重要吗？刚才说这些都是为你好，你是真的听不懂，还是装作听不懂的羞辱我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知道我是为你好，那你还这样对我冷嘲热讽？苏环，你能不能认清你自己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如此真心对你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凭什么还要阴阳怪气的嘲讽我？我是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你用这么恶毒的言语攻击啊？士兵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说你。不是说我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钱对你不重要，还是想说陈泽、沈长安真是你小弟呀？哎，也不能这样说人家，我一直把他们当朋友的。朋友？他们知道你是谁吗？妈，你就别逞强了，少说两句。杨叔，实在对不起。没事的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去边上坐一会，我和你妈说两句。好吧。妈，你要是真懂事，就别再在乎你那点面子了。你坦诚一点，好好跟杨叔谈谈心。我是坦诚的呀。欢欢，你到底明不明白，这就是个金钱和人脉当道的时代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和我坦诚？我当然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们能不能遇到点事情不要找我出手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扛起大旗呀？哦，行了行了，随你们吧。士兵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太深了，我有必要好好给你解释解释。抱歉，我太累了，不想听你继续编下去。我确实对你很失望，我需要冷静冷静。哎，士兵，杨叔，这是子瑜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你妈她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，有机会啊，咱们再聚。哎，杨叔，哎，杨叔，您先等等。陈泽、王威、欢欢，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？那些顶级大佬是我都高攀不起的。唉，沈长安，那可是轩海财团的高层，人家会打电话给你。欢欢，如果你真的想气我，有必要这么幼稚吗？妈，你到底又说什么？把杨叔气成那样？没有吧，我就接了2个电话。肯定是你乱说话，让杨叔生气。不好了，咱们公司要破产了！什么情况？好端端的，突然公司就濒临破产了。不为咱们，
今年2个9成的公司都受到了国民资本的阻击，连宣海财团都没能避免。连宣海财团这样的庞然大物都被狙击了。你没看宣海财团的股票吗？已经跌至冰点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一切都要好起来了呀！究竟是怎样的资本？更让人的资本。我的车我们来了，陈先生，王总督，您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早在几天前我就察觉到了这股暗流，可惜我还没来得及防备，他们就动手了。很抱歉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。连您也无能为力吗？不过目前还不是死局，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可以拯救江城市场。谁呀？这个人是谁，现在不方便讲，时候到了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子瑜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不会还在想那个人到底是谁吧？哎呀，你就别猜了，反正沈先生都已经说了，到时候自然就知道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呀，苏怡的电话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可以问问苏怡，看看她有没有办法呀。啊，全靠子瑜给他撑面子呢，他能知道什么呀？算了吧，我不想跟他说这些，徒增烦恼罢了。怎么了妈？我跟李峰、王海逛街呢，你呢？我在楼下的夜市摊儿，你们也一起过来吧。好，那我去找你。走吧，老王。这小子，他是怕我担心，才没告诉我他的蓝臭。站住！站住！长官，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讨债！讨债？讨什么债？华总，这事跟苏环没有关系，欠你的债务，我会尽快补给你的。华总，这事跟苏环没有关系，欠你的债务，我会尽快补给你的。杨士兵，你欠了我这么多，你们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谁也别想走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总管，你什么都别问了，你先走吧。士兵，杨士兵，你代言我的产品收了我1个亿，现在你塌房了，你代言的产品因此被很多用户所投诉。怎么会塌房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就在刚刚，网上出现了很多莫须有的绯闻，我想应该就是攻击宣海财团的那类人做的。先别着急，华总，这件事情我明天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什么交代？我看你好像有点眼熟。宣海财团创始人苏富。是。嬛嬛，你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。你之前说的，不要靠财权，不要靠人脉，真的都应验了。士兵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嬛嬛，你现在应该高兴了吧？我终于还是栽倒在了我最骄傲的地方。原来离开了深海财团的支持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是。士兵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嬛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想跟我说心里话吗？我只是想让你觉得我还不错，能够多正眼看我几眼。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心愿，你都不明白吗？明白，你真的明白。可是已经晚了。
赤壁，你去哪儿？放手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只会连累你。你怎么会连累我呢？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放手！欢欢，你知道我背负了多少债务吗？就刚刚在华总那里，我就欠了1个亿，1个亿！你让我走吧，欢欢。我能看到你，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我心满意足了。史斌，或许事情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先冷静一下。放手！史斌，先冷静冷静，我们坐下来谈吧。哎，那不是苏怡和杨叔吗？他们俩终于在一起了。太好了，早这样大家都高兴。真不知道我妈之前到底在矫情什么。还等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走。妈，你怎么偷偷摸摸跟杨叔出来约会啊？恰巧碰到，那就是缘分啊。杨叔，我是不是该改口了？我改口费呢？子瑜，吃完这顿饭我就要走。为什么？妈，你是不是又惹杨叔生气了？哎，儿子，我才是你亲妈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杨叔。哎，子瑜，这事跟你妈没关系，是我自己。现在一无所有，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务，和你们在一起生活，只会拖累你们。爸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背点债务怎么了？大家一起想办法嘛。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我都喊你爸了，你可不能丢下我。不行的。为什么？我欠的钱太多了。啊，你怎么会欠那么多钱啊？你这个孩子，怎么还不改口回来呀？不管怎么说，大家一起想办法吧。子瑜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是，就算你能赚那么多钱帮我还债，那我也不能接受啊！还那么年轻，前途远大，如果背上我这个包袱，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好了好了，现在这一切都是表象，过了今晚，原本属于你们的一切就都回来了。表象，苏怡，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公司还有救？妈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清醒啊？苏怡，就连轩海财团现在都自身难保，因为你是谁呀？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无法预测这场商战的走向啊！那是因为这场商战不是神仙操盘的。妈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来我公司闹事没关系，出了事我给你兜底。你一直喜欢说大话，是因为你一个女人没有安全感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一直不珍惜杨叔的真心。你要是真明白的话，就想办法留下杨叔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很在意你，也很在意你杨叔，包括新认识的小王跟小李，他们都是好孩子，我都很在意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任何的大话。现在看来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太深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或许应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。我或许应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。苏姐，沈先生，还有世界第一大投行鼎盛投行的刘伯文刘先生。妈，他们都是来找你的。郝先生，下属向上级汇报工作，应该不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情。上级，说说情况吧。苏姐，按照您的预料，杨海成果然集中了所有的资金进攻江城，
后备空虚啊！你安排我们提前筹备，一招釜底抽薪，果然奏效。现在杨海城的创世海投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。苏姐，按照您的要求，轩海财团营造出自身难保的假象，引杨海城入局。现在创世投行已经被我们收购，我已经安排资金支援江城的各行各业，预计明早江城的一切产业将会恢复正常。那士兵的事都已经排，那些造谣污蔑的人都已经送进去吃牢饭了。另外，公关文件已经做好了，就等着明天和杨先生一同出席发布会了。干得不错。我们这一次可谓是大获全胜，多亏了苏姐您运筹帷幄呀。妈，你儿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轩海财团和鼎盛投行的创始人苏环。所以，我妈就是王总说的那个唯一能救江城的人。是的，郝先生，您母亲就是连续10年全球财富排行榜第1人。苏姨，您是全球首富。环环，原来你才是。等一下，妈，所以你是全球最大财团轩海财团的创始人？那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啊？你爸就是因为财富才惨遭嫉妒，遭遇到了所谓的意外去世的。妈妈不能再失去你了，所以一直带着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你长大了，我本来想帮你，但是还没有等到我出手，你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企业。你不知道妈妈当时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。我想我的儿子或许不需要我的帮助，就可以干自己的一番事业。那你为什么要来我公司当实习生啊？我们这小公司哪配得上你啊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要一辈子好好的守护你。妈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苏姐，杨海城想见你。杨海城想见你。让他过来吧。好。喂，让他进来吧。杨海城，创世投行的老总，华尔街之王杨海城要亲临。蠢货，坐在你面前的才是最厉害的。杨海城见了他，也只有破产的份儿。刘博文，你果然是苏环的人。现在知道不觉得晚了吗？你过来就是说这个。苏环，没想到还是你厉害。我认输了。认输就认输，有必要专程跑过来当面说呀？少跟我装蒜！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找你。我真不知道，不如你说给我听听。苏环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欺人太甚？杨海城，老娘我归隐田园多年，就是想过几天安生日子，你非得来找我麻烦。创世投行破产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苏环，我认输了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你说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我认输了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好，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是，我原谅你了。不过你得问问他们肯不肯原谅你。苏环，你玩我！我说我原谅你了，这句话有什么问题？苏环，你个恶毒的女人，你要把我逼死你才甘心吗？从你大举攻击江城的产业开始，你就已经触及了法律的底线。你污蔑造谣士兵，让他遭受那么大的痛苦。丈夫当年遭受的意外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跟你没干系。小沈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好好处理了。是。儿子，士兵，我们回家。